有一本非常传奇的寓言书，叫《推背图》。有客人从西方来，他是为领土而来的，会打战争。金乌隐匿白羊中，就把日本人打到服气了。在这里我讲一个独家观念：西方的这个资产，它一定会沦为泡沫。巴菲特都说了，未来的投资方向。元丰益丰，起航的时候那是须见害是天罗地网，一尘脱俗啊！嗨，我是道远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道远老师啊，我们之前做了2期奇门遁甲的预测，比方说像地震啊，然后还有马斯克从政啊，评论区说，哎呀，老师真的是预测的太准了。那最近呢，也有很多粉丝留言说，是不是奇门遁甲什么都能测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当做一个私下的聊天啊。那老师你提到过中国的古书有一本非常传奇的寓言书，叫《推背图》。那这一个推背图呢，今天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它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是不是真的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？好，首先我很感谢大家对评论区的给我的留言，对我们的支持，也很多的进入了我们的哇塞，我们的粉丝已经开始学到很多东西了。讨论最多的就是我在预测篇，我们第一次预测的就是日本的地震，准确了，并且台湾花莲的没错，这个地震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然后第二个我们有预测的就是特朗普。对，和马斯克的这个关系，其中我说马斯克一定会从政，100%会从政，所以最新的消息也是马斯克成立了这个成立美国党，对，并且说明年参选美国总统。所以呢，老师为什么算得那么准？我跟大家讲，这就是奇门遁甲的魅力了。奇门遁甲是前算300年，后算300年。这个只是说还只是一点点哦。如果你真正的去延伸的话，它其实实际上它可以无限往后推。对，无限往后推，也可以无限往前推。所以李春风和袁天罡，一直在演电，一直在演电。后来写到60几项的时候，推他啦，不要走了。好了，够了。对，不要预测啦。对，不要算了，泄露天机，到这个时候就可以了，就结束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知道推背图的由来啦。没错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推背图。是它到底预测了准了历史上哪一些事件呢？而且它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？大家都很好奇。好。其实推背图不只是说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寓言书，其实我们往前再追溯的话，其实可以从姜子牙的，姜子牙的寓言书叫做《乾坤万年歌》，很霸气的名字，对，乾坤万年歌，因为乾为天嘛，坤为地嘛，万年歌，就是推算了1万年，没错，然后再到这个李春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，再到刘伯温的烧饼歌，对，这个也是寓言。对，比如说刘伯温的烧饼歌里面会有讲啊，说铁蛇走路，就火车咯。那怎么会有铁蛇走路？对啊，火车。对，还有就是邵雍的这个黄极经世书。黄极经世，所以你看港片里面不是有一个玄学类的这个电视剧吗？没错。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得到了黄极经世书，然后他可以用黄极经世书来看一个人怎么样，什么都能看，对，什么都能看吗？就叫黄极经世书。黄极经世。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讲的是推背图，推背图呢，它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，过去都有印证。它主要指王朝的更迭，朝代换代，历史的大事件，每都是正确的。没错。推背图它是以什么东西组成呢？有它的象、画面，然后的话有它谶言，就是它的文字，然后还有它的卦，就是在哪一卦，因为它是64卦嘛。对。推背图有哪些预言呢？就比如说安史之乱，就它是从唐朝开始的嘛。哦，推背图从唐代开始写的。是，然后第5项就讲的安史之乱，就它里有个谶语。叫做杨花飞，蜀道难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解读就是杨贵妃啊，杨贵妃就是杨花嘛，死于马嵬坡啊。哦，就是他描述的其实是一幅画面。对，然后的话最后唐玄宗逃往了蜀地。你看到杨花飞嘛，然后蜀道难嘛。还有呢，比如说推背图里面的第32项，它也预知了，就是明朝的灭亡啊。32项的一个图就是一匹马踏破城门，它的谶语叫做马跳北阙，犬翱西方。这个地方就解读是，比如说李自成他属马的啦。哦，就是他的属相，对，就是一匹马攻破北京啊。
所以崇祯皇帝然后自缢了，犬熬这个地方就指的是吴三桂了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了，就他打开城门来进京了。对，包括日本侵华了。第39项呢，它里面也有解读了。你看，它的成语叫鸟无足，山有月。这个地方就解读成，就是说，你看日本国旗就是金乌了，金乌就是鸟嘛。山有月就是奔了，就象征庆业了。所以的话就日本侵华。大家到这里就比较好奇了，就是对于现在。我们属于推背图里的哪一项？就现在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。对，然后的话，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比较感兴趣。没错。所以我们再回到当下，从2020年开始，我们的时空就步入到这个推背图的第45项。那么它的成语叫做有客西来。没错。是东而子。然后木火金水。木火金水，奇耻大耻。奇耻大辱。所以这里面就来的这个人是从西方来的。到东边。就停止了，就是到中国来。木火金水，木火金水，那木火金水就缺土嘛，就为领土而来。因为想要去掠夺别人，所以我就缺了这个土，就没有土，就缺土，为领土而来。因为木火金水，水也可以称之为亥嘛。对，木加亥就是合。然后呢，火加金就是火炮啊，武器啊。对，这就是有客人从西方来，他不是来做客的，他是为领土而来的，会打核武器，会打战争，奇耻大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中国会因为这一场大战，然后的话一雪前耻，重新实现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。所以这就很好理解了，明白，就战争的胜利，我们是可以赢的。我们再看这个图像啊，两个人拿着那个武器，去针对那个太阳，就是指着那个太阳。对，那个太阳呢，可以看得到，是吧？它是一个圆的。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出它是日本。然后以及太阳的旁边有21条线。21条线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小国。小国，代表一些将来跟中国产生一些冲突的小的国家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菲律宾呢，越南呢，对啊，对，然后缅甸呢，包括印度呢，这些所谓的邻国了，但中国有没有伙伴呢？有，因为我们现在2个人嘛，2个人持着武器嘛，所以中国就有一个坚定的盟友，最终是，我们中国战胜，就东方战胜了西方，所以后面就有了宋曰嘛，炎运宏开世界同，炎运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炎，是2个火啊，对啊，就讲离子火运啊，就现在九子离火运，就是炎运宏开世界同，是讲我们在离火大运的时候，2024年开始进入火运，我们的这个国家，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啊！就这20年呢，我们一定是成为世界大国，对，成为世界大国，然后领先全世界的嘛。没错。然后后面就是金乌隐匿白杨中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金乌就是鸟啊。刚才您说的是那个日本也是有金乌的嘛？对，日本金乌啊，然后呢，美国的国旗也有一个，美国的国鸟啊，也是啊，鹰也是鸟啊。对，隐匿白杨中，也就是说隐匿就是隐藏，躲起来了，白洋中就是我们的海洋本来就是蓝色的，是不是？现在说白洋就有可能就是核污水就是它污染了这个海水，因为我们打核战嘛。没错。包括你看这个日本的污水排放呢，也就是说大家都会孤立日本，就我们打赢了以后，全世界都会孤立它，所以它就孤孤零零的在那个核废水的地方，也预示着日本的国运会一直衰败下去。金乌隐匿白洋中，然后从此不敢称熊掌，这个怎么理解？很抽象哦。熊掌就是老大那这里老大有一语双关。现在大家谁说自己是老大？肯定是美国。美国人说自己是老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美国人从此不敢称老大那同时还表示，日本人，我们知道日本的，你看他的那个扎那个带子，它中间是国旗，对，旁边是熊掌，对，然后呢，从此不敢称熊掌，就把日本人打到比较服气了，然后的话变成了像现在的犹太民族一样的，他会四处流浪，比如说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巴西买了很多的地，对，想移民了，开始做第2个民族的这个迁徙的曲线嘛，所以就知道金乌隐匿白洋中，就是日本将来会被核废水然后包围它，然后地震啊、火灾呀、火山爆发呀，然后海啸啊，这样子去包围着它，所以就预示着一个称老大的国家是美国，一个称熊掌的国家是日本，所以代表这2个国家的结果，对，然后后面就兵器全消运以中，
这个好理解。兵就是军队嘛。对，没有能力打仗了。对，就是他们有兵了。我们图片上比的是2个大人嘛，是吧？对，就是2个大国。大国紧紧的挨着。所以哪个跟中国紧紧挨着呢？你就知道。俄罗斯。对。所以这2个大国是吧？然后对抗太阳，对抗那个称老大的人，没错，称熊掌的人，知道吧？这个枪口一直对外，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。最后的话，我们能够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局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第45项里面，就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时代。没错，就你纵观历史，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像现在这样子鼎盛，并且老百姓都可以吃得饱和穿得暖。即便在唐朝，我们有贞观之治，天朝上国，对，天朝上国，那个时候长安是不夜城啊，但是即便是那样子的贞观之治之下，都没有我们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好，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，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好的时代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点什么东西呢？对吧？木火金水，缺土，缺土也代表什么呢？大家没有包容心嘛，容易发生争执啊、争吵啊。然后的话，还代表就是因为缺土了嘛，所以土运不好了嘛，所以房地产是要小心的嘛，就不要做房地产这个相关的东西嘛，所以房价预示着还会下跌嘛，那么还有就是，你看现在犯罪你没办法犯了，对不对？有监控啊，因为过去是定位啊，土是藏污纳垢的，对，因为土会包容吗？对，什么都包，它什么都包含了，好的坏的都有。对，土最大的能力就是承载，还有就是包容。那么现在到火运的时候，坏人就不能做了，对，被火就是发现了。对啊，因为天不常见啊。对，所以你现在做坏事的那个成本非常高啊。那还动不动你就查出来了，受到法律的制裁啊。对，所以就不能干这种事情。那是不是要做火旺的行业呢？当然做火运，那当然做火旺的行业嘛。那所以说，像刚才道元老师跟我们讲了推背图的其中几个项，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。那可能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2025年可能下半年我们的这个运势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？那普通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大的变局当中去保身、保财、保住自己的这个位置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乙巳年嘛，对，乙巳年天干为木，地支为火，它实际上是木火同明，其实还是大地文化的一年，对，它也主变动的一年，因为巳它属于在八字里面叫做四长生，同时它也是驿马，驿马就是变动、跑动，对，变局，不管是政治形态也会变动，然后的话，我们现在你看事业人也很多，然后到处跑啊，因为它是变革和变动的，没错，心也很乱，没错，工作那也是到处去跳槽，所以的话，我给大家第一条就是说要保身的，就是顺应天时，修身养性，就不要急，然后等待时机，对，在我们的离火运生存法则，里面啊，就是火运主变革和冲突嘛，对，所以避免跟别人争斗，避免跟别人火拼，平心静气，对，就是要好好的静下心来，去净化这个浮躁的能量，没错，我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换工作，就如果你现在有一份工作，然后你好好的坚守它，稳定，对，稳定，因为大家都在变动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安定下来的话，其实实际上你就会你就赢了，对，你就赢了。还要就是尽量的去参与，比如说创新的人气啊，然后比如你做传统的行业，然后的话你要加入文化的，顺应时事，加入思想的。那第二个点呢？第二个是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要保财了，保财啊。保财的话，首先我们就不要去投资房地产了。那应该怎么去做？我们不要投固定资产类型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应该是留住现金了。哦，就是哪怕现在的这个利息很低，但是我们要存钱。对，在这里我讲一个独家观点，我预设一个独家观点，就西方的这个资产它一定会沦为泡沫。就是比方说西方的房产。然后他们的其他的一些这种虚拟的或现实都会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推背图里面讲的未来20年，讲金屋引力，对，属于西方的金融衍生品，对你都要注意警惕，都要警惕。比如说炒美股，你就要减仓啊。然后的话，这个美元，它也会贬值。巴菲特都说了，未来的投资方向在东方，是东方呢，在中国的 A 股了。没错。所以你就知道你要合理的调整你的资产配置。好，感谢我们本期道元老师我们分享的我们推背图的一些这个知识了，不仅了解了它的由来，也了解它的历史怎么看的，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，还有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些节奏。对，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和想法呢，请关注我们的 WhatsApp， 添加我们老师的助理的账号，可以留言讨论，或者说报名跟老师一起学习。
好，我们本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